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2020年9月7号，星期一。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购买食品杂货会带来额外的风险。根据这个 CDC 的这个最新消息那么触摸了带有病毒的物件后呢，比如食品包装等等，然后再触摸自己的鼻子、嘴或者是眼睛，都有机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它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可以在空气中存活长达3个小时，在纸板上存活24个小时，在塑料和不锈钢等坚硬表面上存活72小时。那么病毒需要特定细胞才可以复制。那么以新冠病毒为例，那么便是人类和动物的细胞。倘若隐形的病人接触了货品，污染了表面，病毒便很容易通过呼吸道传染他人。在低温的情况下，那么冰箱是-20摄氏度，冰柜是4摄氏度到温度26度。病毒的存活性比起高温较大，那么建议放置急冻食品在家中的冰柜前应该先清洗干净。比如把含有病毒的货品放置于冰箱或者冰柜中病毒的存活率将会长达1个月。但我们还是要吃东西和购买必需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确保安全呢？超市里哪里是高危地区？回家又该如何消毒处理食品呢？那么有4大超市的高危区，大家请记住第一是手堆购物车，第二是冷冻肉柜，第三是有把手的冰柜，第四是开放式的冷冻食品区。根据记录那么现金钞票的病毒存活4天，玻璃制品4天，塑料制品2天，不锈钢制品2到3天，而木材木板是2天，衣物是2天，瓷砖是1天半，那么纸箱快递箱是1天，而钱币是4个小时，厕纸和纸张上是小于3个小时。所以如果你购买有包装的货品不建议购买没有包装的货品，那比如鲜鱼散装鲜肉开放冷冻肉品散装火锅料避免接触散装物件，比如夹子，因为物件上有机会沾染上病毒。那么回家后要清洗包装表面，如果货品是真空包装，可以使用肥皂水或者流动的清水清洗包装的表面，也可以在水中加入肥皂水稀释，浸泡约2到3分钟。如果是干货，比如说瓶装饮料、饼干，那么可以使用消毒纸巾擦拭产品的表面。那么如果购买散装的海鲜或者肉品，那么应该在流动的清水下洗干净表面，再放入冰箱冷冻。不过无需担心，因为食物最终会高温煮熟，倘若病毒真的是停留在表面，在烹煮高温过程中也残以存活。水果建议是去皮，或者是用70到80摄氏度的热水浸泡数分钟。每次使用完环保袋你需要消毒，那么对比用消毒喷雾，建议用稀释的肥皂水或者是清洁剂消毒更为安全。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将杂货放在室外或者车库里3天，这会超过 NIH 建议的72小时这种病毒的生存时间。如果你使用的是送货上门的服务请送货人员将杂货放在外面。如果你购买的杂货必须立即带入室内，那么指定一个区域，在此进行包装和袋子擦拭。那么使用消毒湿巾或者漂白剂时，请戴上手套以保护皮肤。那么用清洁抹布擦拭袋子或食品包装，那么切记在完成后仔细洗手。让冷冻品在冰箱放置1到3天后才开始使用。那么进入了9月份，由于是选情不容乐观，拜登已经准备好被迫走出地下室。那么这样的选举对于拜登这样一位老人真的是有点残酷了。民主党的全国提名大会，民主党4天都是在宣泄仇恨，或者是咒骂川普是个种族主义分子，或者咒骂美国是个种族主义的国家。那么紧随着共和党的全国提名大会，4天分为4个主题，叫做应许之地、机会之地、英雄之地、伟大之地。那么各位代表的发言充满了理念和热情，带着对远景的希望和憧憬，讨论国家的前途，规划未来的发展，整个过程展现出一片奋发向上的乐观情绪。果然，2党大会结束，死亡交叉立即在民调中显示出来。
本来拜登是大幅领先的民调，目前呈现出焦灼的态势，特别是在几个摇摆州，川普反超拜登。考虑到民调一般都会高估民主党的特征，实际上川普的支持率已经大幅领先。估计民主党内部也有实际的真实民调数据，对于拜登的老年痴呆发展状况呢，也有现实的一个评估。所以最近一个星期，我们看到有几个不同寻常的现象。第一，佩洛西表示拜登不应该和川普辩论，那么这真是一个无奈之举，他发现了什么吧？第二，希拉里突然说拜登在选举之夜输掉的话一定不要认输，因为许多左媒的民调还继续说拜登领先10个百分点。那么他怎么会知道拜登会输掉？他泄密了吗？第三，拜登、波特兰市长以及其他几个民主党大佬突然一改以前声援 BLM 街头打砸抢的态度，而改口说坚决反对暴力，是川普派出的联邦的人上街打砸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内部的民调发现自己鼓励暴动已经把事情彻底搞砸了。那么第四，川普1个多月前说邮寄选票会造成无法在1月15号之前得出选举结果，要求废除邮寄选票，但是遭到了当时这个民主党的疯狂攻击。但前几天的民主党的选举专家来说，邮寄选票确实很可能无法在1月15号之前得出结果。那么这是在造势。有人分析，民主党的如意算盘是根据宪法，如果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时会成为临时总统。不过副总统候选人卡米拉还是坚持极左的信念不动摇他在同一时间内表示支持 BLM 的街头暴力抗争，显示出了拜登选择极左的人当副手呢产生了麻烦。本来是要收获极左的候选人的支持者，但是极端的特点就是无法变通。对于广大极左的民主党人来说，这个卡米拉存在的意义就是等着拜登彻底失智那一天，卡米拉一步登天，开始美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几年前左媒拼命的渲染拜登的大儿子去世的时候呢，表示希望老爹将来能当上总统。但是呢，他晚节不保，深陷了中国和乌克兰的腐败丑闻，就是为了让不争气的小儿子能够挣一大笔钱，避免在他死后变成穷困潦倒的民主党基层选民。拜登如今病情严重，却身不由己，本来他应该是待在地下室颐养天年的，但是民主党为了政权不惜虐待这样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真是太不人道了。我们在看待大趋势的时候要必须的保持清醒。比如过去大多数人都觉得美国正在衰落，只要不出意外，中国全方位超越美国很快就会到来。但这种观点低估了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难度。实际情况是，美国的优势可能并没有减少，反而还在不断的扩大。美国经济是不是原地不动的等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呢？根本就不是，恰恰相反，其实美国经济增长得很快。从最近有数据的5年，即2014年到2019年这5年美国的 GDP 的增量比中国还要多。美国从 17.51 万亿美元增长到 21.43 万亿美元，增量是 3.92 万亿美元，而中国从 10.43 万亿美元增长到 14.14 万亿，增量 3.71 万亿美元。不过由于中国基数比较低，所以中国占美国的比例呢仍在小幅提升。日本在1995年的经济总量达到了美国的 75%， 但是后来多年没有增长，如今只有美国的不到1/4。可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发展它是动态的，不进则退。得益于创新能力和人口的结构，美国经济是有所发达国家中这种成长性最强的。在西部和南部的一些州，比如加州、华州、德州， GDP 增速经常超过4%到5%。美国的经济长期保持稳健增长，到了2019年，人均 GDP 超过了 6.5 万美元，在全世界1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中排名第一。当然，美国经济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比如在蛋糕越做越大的背景下，贫富差距也在扩大。那么 GDP 这一项数据只是产业竞争叠加人口规模的表象，从产业看，美国的优势更明显了。美国占据了几乎所有产业链的顶端位置，比如我们经常提及的苹果产业还提到了这个特斯拉的这个产业，他们这个产业链它的顶端就是苹果和特斯拉。苹果和特斯拉对于产业链上的任何环节的一次小小的调整和选择，对于产业链上的企业而言，几乎就是一次生杀大权。很多人
总把美国视为一个经济高度发达它的基数很高，但是增长缓慢的吃老本的超级大国。但事实是完全相反。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无论是100年前、10年前，或者是现在，人类每一次产业革命的机会都被美国抓住了。距离我们最近，那么影响最大的一次产业革命就是2008年后的移动互联网革命，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真正让互联网进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清一色的全都是美国企业带头奠基的，而且他们一直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而美国股市这10多年来回报远超世界其他主要市场，最主要的动力就是来自于这些科技巨头的成长。毕竟美国市场聚集了世界上最好的科技公司，他们创新能力强大，商业规模成熟，盈利增长迅猛，而同时这种欧洲、日本资本市场还是在金融、消费、基建、能源这些已经成熟的传统行业里，它的成长性自然不可能和美股相提并论。2010年底时，全球的市值最大的前10个公司中，只有3个是美国公司。到了现在，前10名公司中有8个是美国公司。你说美国是在衰落还是在崛起？而苹果、微软、亚马逊加谷歌4家公司的总市值也大过整个日本股市。那么微软和苹果的市值总额早在2019年3季度就超过了德国股市总市值，并且优势越来越大。7月下旬，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4家公司的市值它超过了整个日本股市。那么1个多月过去，这4家公司的市值比当时又增长了15%。那么基于计算机和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成果，未来衍生出来的新赛道还有很多，比如这几年很火的电动车。尽管日本、德国和美国本地的各大传统车企业也推出了纯电车，也尽管中国涌现了很多新的电动车品牌，但事实证明，特斯拉迅速占领了这条赛道，成了电动车这个行业近乎无敌的存在。我们上面讨论的还只是民用科技的领域，如果再看农业，美国的农业产量远大于自身的需求，是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你再看军事，全世界一共有12艘核动力航母，美国有11艘。美国的常规军力强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在航空航天、能源、基础科学以及文化和体育等软实力输出方面，我们也看不到美国的优势有任何缩小的迹象啊。最近看到的很多新闻让人非常的感慨啊。那么第一件事呢，就属于这个Neuralink 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把人造的芯片它植入了实验猪的大脑。这个项目是马斯克的另一个大计划。在这次直播实验中，工作人员将多个芯片同时植入一个和硬币一样大小的圆盘。一个手术机器人呢，只用1个小时就完成了植入，可以实现了无线实时传输脑电波数据。马斯克表示，是未来的Neuralink 的设备呢，可以召唤特斯拉，可以打游戏，可以上传这个记忆的存储，也可以下载新的躯体或者是机器人身上。当然，第二件事就是星链了，同样是马斯克带头的 SpaceX 正在打造这个 Starlink， 它的天基互联网。目前 SpaceX 已经发射了595颗卫星上天，现阶段在南加州测试的上下网速已经达到了50 Mbps 到15 Mbps， 以后呢会发射12000个卫星上天，覆盖全球。那么可以预测未来这个时间速度会更快，延时会更少，覆盖会更广。星链对于广大的民航、轮船、人烟稀少地区的互联网用户就是一个重磅的福利。第三件事当然是英伟达新的显卡。北京时间9月2号凌晨，英伟达举办线上发布会，公开了全新产品，使用全新的叫做 Ampere 架构的 GeForce RTX 30系列的显卡。英伟达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叫做黄仁勋在发布会上称发布的这个英伟达，它是一个迈向未来的一步。经过多年的工程实践，这个 GeForce RTX 30系列呢，实现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跨越。它融合了可编程的阴影、光线追踪和 AI， 为开发者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英伟达一直是全球图形处理器的领头者，它的股价在过去5年中上涨了超过20倍，那么如今市值超过了3500亿美元。黄仁勋和英伟达的发展故事呢，也是我们华人的骄傲。所以不论是马斯克还是黄仁勋，那么美国今天最优秀的人才不在白宫，也不在国会大厦，而是在无数顶级的学府，在众多科技的公司中。
只要美国依然有培育人才、吸引人才的环境，那么美国的创新力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美国经济也就一直会有强劲的动力。美国大选投票11月3号就要开始了，毫无疑问，选票将决定川普和拜登两个人谁会笑到最后入主白宫。不过，美国总统并非是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出总统的，而是选民通过专门的选举人团间接选出。那么，总统花落谁家，最终是由这个538人组成的选举人团决定的。而这个选举人团的本质呢，就是州的自治。美国的总统选举啊，不是全国人民共同选出一个中央领导，而是以州为单位，由50个州来选出联邦的总统。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呢，美国是由50个主权各立的州所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先有各州，才有美国，不能将联邦和州的关系呢粗略地理解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从原则上来看，那么选举人团既要体现大州的民意，又要保护小州的利益，所以美国采取了各州选举人团与国会席位数量一致的规则。某个州的选举人团数呢，就等于这个州的众议员人数，那么按人口比例，每州至少1人，加上参议会固定人数2人。那么众议院实行比例代表制，基于各州人口数量分配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结果来作为议席的调整，那么各州的选举人数呢也会相应重新计算。比如加州在众议院有53名议员，在参议院有2名议员，所以加州的选举人数它的总数就是55人。那么人口比较少的州，像阿拉斯加就只有3个选举人，包括了2个参议院席位和1个保底数。那么首都华盛顿，它的哥伦比亚特区在参议院是没有议员的，众议院只有1名代表，而且没有投票权。那么根据美国宪法第23条修正案，该地区有3名选举人。所以算下来，50个州，每个州固定2名参议员，共有100位。众议院席位加起来共有435位，加上华盛顿的3名选举人，所以选举人团数，那么总人数一共是538位，也就是538票。总统候选人只要获得总票数的一半，也就是270张选票，就算当选。那么如果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都没有获得270票，或者各为269票，就由众议院从投票选出这个获胜者。如果是副总统候选人呢，出现类似情况，就由参议院投票选出。哪些人有资格做选举人，美国宪法是没有规定的，看各州自己安排。但是哪些人不能做候选人，那做这个选举人的话呢，他白纸黑字规定是很清楚的。就是目前而言，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国会议员和这个有联邦公职的人不能做选举人，叛国者也不能做选举人。在实际的操作上，选举人的诞生有2个步骤。大选前呢，是各州政党自己拟一份潜在的选举人名单；大选的时候，各州选民他投票选出本州的选举人。既然是各州政党自己拟选举人名单，规则都是自家定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般而言呢，要么是在州政党大会上提名选举人，要么是政党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投票选出自家的选举人。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有29个州，包括了哥伦比亚特区，颁布了州法规定，选举人呢要按照选民投票的结果投出选举人票。那么其他州的选举人呢，原则上是可以不按照本州民意，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投票。因此呢，各州选举人的挑选需要格外的谨慎，一般都是已经宣誓保证将投给获胜总统候选人的选举人，他们多为在党内有威望的领袖和总统候选人关系紧密的人。通常来讲，选举人都不会把选票投给对家。假如自己还要在自己的政党从事政治的话呢，肯定不想遭到政治清算。也因为这样，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呢，不免是有错觉，觉得好像自己是在直接投总统一样。至于选举人到底是谁，其实并不重要。绝大多数的州在1人1票普选的选举人之后，按照多数原则确定本州的选举人团是哪些人，最后由这些人代表选民在本州集会上投票。那么有意思的地方啊，就在这里，还是以加州这个作为例子。那么如果今年大选，那么拜登在加州获得的选民投票支持比川普多，
即使仅超出川普1%，在选举人投票中，加州的选举人团还是会把55张的全部的选票都投给拜登。这个规则就所谓的赢者通吃 The winner take all， 也就是说，本州选民投票比例占多数的总统候选人将拿到该州全部的选举人票。那么赢者通吃的规则能让总统候选人对政党优势不明显的州，比如摇摆州它的争夺是格外激烈。这是因为有的州是某个政党的铁票州，总统候选人呢并不需要在该州花费时间精力去拉选票。比如加州就是民主党的基本盘，而这个德州呢是共和党的基本盘。在2016年的大选中呢，俄亥俄、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州这摇摆州呢都倒向了川普。尽管领先优势不多，但是川普仍然赢得了这几个州的全部选举人票。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州都采取赢者通吃。缅因州有4票和纳布拉斯加州有5票，它不采用赢者通吃的规则，而是采用了选区计票制，就是选举人票按照选民投票的比例来分配。尽管如此，还是有意外跑票的情况出现，也就是前面提到过某州的选民选出的选举人团，最后有人他没有投自己意愿的总统候选人。这种不按照选举人投票这个选民这个选举人呢，被称为是叫做失信的选举人。美国历史上总共出现过179位失信的选举人，而且所占的比例很小没有真正影响过大选结果，也没有受到严重的惩罚。但是今年的7月6号，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做了一项裁决，叫选举人应该遵从本州选民的意愿，投票给选民想要选的总统候选人。那么这起案件其实就是2016年大选的后续事件。当时呢，华盛顿州的赢家是希拉里。那么选举人团被选出来后呢，理论上在州集会上应该投票给希拉里，但是其中有3个人在选举日后投给了鲍威尔。他们想要让其他人也效仿自己，阻挡川普上台。最后这3个人分别被州判罚了$1000。3个人不服，一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这事儿到上个月才刚刚了结。那选举人团制度呢，它的出现的时候呢，一开始本身在制宪会议上的代表就在思考如何选举总统。当时他们争论的焦点就是究竟是全民直选好呢，还是国会选举好。我们知道全民直选听起来很简单，也能直观体现民意，但是在18世纪末，我们知道当时的交通信息还不发达，民众对于联邦没什么概念，甚至没听说过其他州的总统候选人，因此更看好自己本州的利益，很容易为本州的总统候选人投票。这样一来，获胜的总统很难获得全国范围内的支持，无法服众。而另外一方面，如果是全民直选，那么人口众多的大州呢将占据主导地位，而较小州的总统候选人胜率变得很小。比如当时的弗吉尼亚州的选民是其他5个州的选民总和，差距实在太悬殊了。因此全民直选呢是不符合各州平等的联邦政治体制。那么国会选举又如何呢？我们知道国会选举是不符合3权分立的原则，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总统从议员中产生，那么为了连任，他就很容易顺从国会的指示，成为虚职。到了大选年，还很容易出现贿赂腐败的现象。不过国会选举也有好处，那就是议员呢在作为政治精英，能够审慎克制，尽可能避免狂热的选民选出民粹主义的总统，出现多数人的暴政。美国的宪法颁布通过以后呢，美国的国父华盛顿他在1789年经过选举人团投票当选为首任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获得全部选举人票的总统，对于华盛顿来说当之无愧。然而华盛顿之后，美国就迅速出现了政党政治，党争愈发激烈，因此在选举人投票中也出现了更多的意料之外的问题。当时有个最大的问题是最早的问题出现在1800年的大选。当时有了这个教训以后呢，那么美国的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2修正案，规定了选举人的2张选票呢，写明1票给总统，1票给副总统，分开投票，不会舞弊，并且规定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呢不能来自同一个州。政党政治最后还产生了赢者通吃的这个投票惯例，这也是选举人团制度最受争议的一点。首先呢，
政党优势州的少数选民的民意呢无法体现。比如共和党在德州占据绝对优势，那么该州的民主党倾向的选民的声音呢就变得很微弱，难以表达政治诉求。其次，可能产生输掉普选但赢得选举人票的结果。这种情况呢，在美国历史上呢，总共出现过4次。最近的一次就是2016年的大选。那么川普尽管普选得票比希拉里少了300万票，但因为拿下了306张选举人票，超过了规定的270票，成功竞选总统。那么200多年来啊，随着美国选民政治知识水平的提升，那么反对选举人团制度的声音呢，也是逐渐增强。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资料啊，至今已经有700多项宪法修正案草案，内容就是改革或者撤销选举人团。不过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废除。为什么呢？因为啊，在美国修改宪法非常的困难，不仅需要国会通过，还需要2/3的州多数通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选举人团制度呢，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比如它解决了票数分布分散的问题，也增强了小州在总统选举中的影响力，巩固了联邦制。那么选举人团制度，就像美国国父汉密尔顿所说啊，如果这种方式不够完美，至少它也是优良的。那让我们静下心来看一看，在未来的不到60天的竞争中，那么选举人团究竟会在川普或拜登之中选取谁作为最后的赢家？派 TV，我们下次见。